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频道是我存放语音心得的地方。资讯栏有时间轴可以跳进度。我这次有放字幕，所以可以右上角开启，如果需要的话。我频道里面放的读书心得，大部分的书都是在图书馆可以借到的。如果你所在地的图书馆没有的话，你去按建购，应该被采购的几率也是蛮大的。但是这里的影片跟现在的说书频道不太一样，我揭露的并不是书中精华，所以不会有看完我的影片之后你就不用读这本书的情况。虽然目前还没有说书系的 YouTuber 被书商告的例子，但是我不太想牵涉到版权问题，所以我在影片里面揭露或是剧透的地方都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影响的地方，不见得是全书的重点或是精华。封面上的这两本书呢，左边的这一本叫做《薪水高的人都这样自我介绍》，作者是立川光昭，出版社是出色文化，是2016年6月出版的书。而右边这一本叫做《自我介绍圣经》，作者一样是立川光昭，出版社也一样是出色文化，是2019年3月出版的书。两本书前后隔了3年。虽然我的频道里现在也还没有几本书，但是大家看以前的影片应该都知道，通常封面上只会有一本书，这也是大部分的说书 YouTuber 的习惯，就是一次只会介绍一本书。那为什么我会一次放2本书呢？这个原因其实我自己当时发现的时候也很惊讶，因为这2本书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他们并不是初刷跟二刷，确实是2本完全不一样的书名。外观上来看的话，薪水高的人都这样自我介绍的这一本的里面的纸质是采用一种比较高级的日记本会用的那种纸质，就是摸起来很滑顺，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自我介绍圣经的纸质就比较像我们普通的影印纸，而且它是黑白的。左边那一本的内容是彩色的，不过很有趣的是，右边那一本书的用料感觉比较差的，反而是比较贵的。大小的话就一样是25开 A5， 大概15乘21公分，很普通的尺寸。其实我本来想要发2个影片，然后第2个就稍微介绍一下跟第一本书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大概翻过一遍之后，我觉得真的从目录的结构到内容几乎都差不多，这样第2个影片真的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就干脆2本书放在一起讲。我书看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种操作我是第一次见到。因为通常差不多的内容，如果要再印的话，好像会印成2刷3刷，不会直接再出一本新书。我是2本一起借的，我第一次看的是自我介绍圣经，所以薪水高的人都这样自我介绍，我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长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会以自我介绍圣经作为主要的对象来介绍。我并不会介绍每一本书的时候都去介绍作者，除非我看完之后真的对作者本人感兴趣。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作者是谁，其实并不影响阅读的体验。但是这本书我觉得写得很好之余，也让人很想知道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以他的标题自我介绍来说，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算是成功了。其实作者的经历在书里面就有写，他没有什么惊人的背景，家里煤矿，然后不是很好的大学毕业，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然后据他所说他也蛮内向的，但是他就是靠着自我介绍，在好像20几岁的时候创立了公司，
然后开了很多分店，后来又把公司卖掉，又再创业，算是一位连续创业家。我为什么会说以书的角度来说他是成功了？因为他里面曾经提到说，自我介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让对方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趣，想要继续跟你说话。他说他自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直接表明自己长得很凶恶，但是不是可疑的人物。我就有点好奇，到底多凶恶，我就去找了一下照片，但是看起来也还好。只能说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夸饰法吧，就是应用到他里面教的技巧。我甚至觉得他长得好像有点像我看过的某个戏剧或者是电影的演员，但是因为我看的剧也不是很多，一时想不起来到底他跟谁撞脸。我通常不会特别去找作者的照片，只是我觉得你们看完之后可能也会想看照片，所以我就贴了一下。这个画面是自我介绍圣经封面背面的书籍简介，告诉读者看完之后会有哪些收获。如果分成2个部分的话，第一种就是在你见了一个人之后，透过自我介绍可以让他对你比较有兴趣。第二个就是稳定工作的人脉，让对方觉得你是有价值继续维持的人物。简单区分的话，就是教你怎么做开场白，给对方留下印象，然后建立关系之后要怎么去维系。他书里面的架构大概也是这样分类的，大概有一半的部分是在谈怎么去做自我介绍的人设啊、铺陈那些技巧，后面那一半就是在谈维系关系之后一些经营的技巧。所以虽然书名是在讲自我介绍，但是里面应该算是一个蛮完整的人脉经营术吧，适用范围还蛮广的。虽然他举的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生涯经历的例子，但是因为他生涯也换了很多角色跟产业，所以这些例子并没有局限要对哪些人或是在什么产业才适用。而且这本书文字用的言简意赅，几乎完全没有那些文绉绉但是在实战上面不太好用的学术理论。如果你看书速度快的话，我觉得1天就可以看完了，而且不是1天就是8小时都在念书的那种看，就是可能早上或是晚上拿来翻翻就可以一口气看完的那种程度，因为他写的真的蛮好懂的，也没有什么废话。还有一点是我个人比较重视的，现在很多书都在教所谓的人心操控或是黑暗操控术，虽然我觉得那些东西确实也要懂，但是那种技巧毕竟适用对象有限。我觉得用得好的人是很厉害，但是那个难度比较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得如鱼得水。这本书我觉得很推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里面的说话术几乎都是洁白说话术，不存在那种欺骗对方或是操控心理的技巧，但是却又很实用，看得出来真的是作者的人生经验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做什么行业都可以看一下，当然完全不会自我介绍或是很害羞的人看的进步幅度一定是最大的，但是它里面也有谈到一些老手才会犯的错误，我是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在藏私啦。如果他是生在现在这个年代的话，这本书如果做成线上课程，应该可以比卖书赚的多很多。所以我就不计较他同样的课程，不是同样的内容出了2本书了。我以前并没有看非常多关于自我介绍或是自我推销的书，
但是跟同学或同事讨论，多少还是知道一些在求职时候的基本原则。我不确定是我的工作观念更新的不够呢，还是说他真的方法独树一帜。总之我觉得这本书有蛮多地方他的想法跟我知道的主流的自我介绍的原则好像是有点违背的，或者是说好像通常的人就是学长在教你或者长辈在教你，不会教你朝这个地方走。比如说书的一开头他就提说，自我介绍不一定要完全的把优点在第一次的时候都跟对方讲，重点反而是应该让对方记住自己。有点像是做行销或者是打广告那样，有趣比功能齐全重要。甚至在后面的几个章节，有一章也提到，他是拿那个偶像的自我介绍来举例。台湾的偶像好像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举的那个例子里面，日本的偶像好像有一些很像广告词或者是标语，会把自己的名字连着后面的人设一起讲出来的那种台词。虽然那样做在正式场合里面有点突兀啦，但是在社交场合应该是可以用的。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说，用这样来自我介绍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太抓马了。后来想想，可能是看你去应征的公司或者是想融入的团体吧。开玩笑这种东西就是放一点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是如果放太多又不好笑，就会整个逊掉。自我介绍的重点是让别人记得你，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对的。只是帮自己想的 slogan 你要怎么样才不会太过火，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看场合，大家自己拿捏。第二点，我觉得应该是我读完这本书印象当中觉得最受冲击也最受用的一点。不过受不受用，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啦，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观念。如果你能接受，就会觉得好用，像我；但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能就会觉得这在说屁话。因为以前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听过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主动讲自己的缺点，除非对方问你。就算对方问你，也尽量把它弱化或是平淡化掉，就是把精力放在强调优点上面。但是这个人反而说可以主动谈缺点，而且要把缺点讲成优点。它里面有举蛮多例子啦，我随便举一个，大概就是说，如果你平常是一个比较没有行动力、做事比较缓慢的人，你就说自己是心思缜密，有在考虑事情，所以不冲动，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当然，这个只限于个性啦。如果你英文不好，好像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了。因为如果你中文也不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说，因为我专精中文，所以我英文不好。这个观念他用了蛮大的篇幅在讲。所以我觉得他本人应该是蛮重视的。我刚才提到说，有的人可能不太需要这个观念，就是有的人并不觉得在面试中说一点小谎有什么。但是我是自己在写自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是很想要故意把对方引导到一个方向，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应征者那个面试官对人性有稍微了解的话，应该就知道人无完人，就算对方没有讲出他的缺点，他一定也有。我觉得与其让面试官自己猜，不如你自己讲，反而比较能控制。可是如果不是这种观念的人，就会觉得这一点没有什么用。而且他也不是只说你可以把缺点讲出来，而是让对方在问你说这个缺点对工作有什么影响，或是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你要有一套很好的说辞，说明你的人生已经适应这项缺点了。也就是说要做准备，不能让人家问你，结果你反而被问到。甚至有一个章节还教大家，那应该是一个小节吧，还是一个章节，教大家说你可以准备一个感人的故事来说明你的缺点。他这里是举了一个他自己的例子啦，他会跟客户说，
他回复信件回得很慢，是因为他24小时都在工作，才能有这么多行销的点子，所以比较没有空去回复客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算是一部险棋，用得好是蛮加分的，但是用不好的话，就是如果传达的不到位，好像让人家觉得你在推脱。总之，整个思考逻辑就是这样啦，就是用一种比较诚实，但是也比较说话好听、比较圆滑的方式来介绍自己，但是关于自己缺点的部分，又要想办法拿出资料或是证据去消除对方的疑虑。有一些观念听的时候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对于结果就有很大的影响。他花了应该是一节吧，去讲准备的重要性，还有收集资料跟理解自己在对方眼里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后续几章还有延伸，比如说要怎么去针对这些印象来做应对。这一点我本来觉得，因为听起来很普通，不是很想要提。但是因为他的技巧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实际使用得出来的心得，想一想知己知彼，说起来虽然很容易，可是其实我们大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好像都很难办到。普通人通常要不是自信到让你觉得他的简介里一定有鬼，一定有什么破绽可以挖，要不然就是明明还可以，但是自己讲一讲之后，就突然间没有自信，然后气势整个弱下去。或是还有一种情况，我最近也常常遇到，就是面试的时候觉得不错，好像会上，结果最后人家跟你说你没有上，这种就是很明显的自己判断自己跟对方判断我的误差非常大。我自己觉得这一点难做到是在于人通常很不喜欢去面对别人对自己的偏见这件事情，我们会很想要反驳，或者是就干脆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不了解我，或者这个人就是没见识，就不太想要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调整。因为如果要针对别人的偏见去做调整，首先要先演出别人偏见的自己的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来说，就算知道，但是心理上还是有一个关卡是过不去的。这也是一个大部分的时候关于面试我们会得到的一个几乎像是铁律的准则，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作者应该不是故意跟大家唱反调啦，可能就是他真的在实验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事不是这样。他应该有2-3个小节都在提外表其实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甚至连第一印象也是。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外表没有很好看吧，所以才特别钻研这个问题。一开始他是提到说，你的第一印象虽然不可避免的跟你的外表有关系，但是就算第一印象不好，如果你之后的表现，假如还有之后的话，你之后的表现能够扭转这个第一印象，效果有的时候会比第一印象就很好来得好。比如说，如果对方第一印象觉得你很靠不住，但是后来你做了一件事情办得很成功，对方那个对你很惊喜的感觉，反而有可能会压过他觉得第一印象就很能干的人。然后在书的比较后面的时候讲到，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失误的话，你后续收尾或者是就场表现得够积极，可能也有办法挽救那个失误。总之就是不用很快的就放弃。他这本书讲面试的部分其实并不多，但是我觉得通篇其实都可以应用在各个领域，只是要自己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社交场合的话拿来面试是不是不够正式，这种微调。而且在第一印象没有那么重要的某一个小段吧，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感的，就是我之前不对，
抱歉，这件事情在另外一个频道，就是我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说，好像长得好看的人，在做人处事或者是说话上，反而会被别人比较严格的去检视。他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有讲到这件事，说如果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比你好，但是他的后续表现没有比你好，可能就会得到一些这个人就是虚有其表的这种评价。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反超车对方的时候。他想要强调的大概就是不要放弃啦，就算第一印象没有很好，假如后续还有机会的话，还是有很多翻盘的可能性。前半部谈完自我介绍之后，后面就开始有一些章节在讲如何在谈话的时候获得好感。我是觉得后面这个部分演技的成分就占很重了。像画面上这个，他就提供了5句可以赞美别人表示自己有在倾听的例句。我看到这5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不知道在几年前有一个日本一个饼干点心的广告，他把它做成那个女生去联谊的时候的心机，找了一个女孩子用唱歌的方法来谈这件事情。它里面那个心机的口诀好像也是用日本的母音 啊一乌我去带入那些就是类似这几个什么真不愧是你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几句话。我严重怀疑这位作者应该是从那个广告里面找出来的，或者是那个广告是从这本书找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截一段那个广告的画面，大家感受一下。后面还有一些探讨人的类型要怎么样，他是说用那个广告的技巧去解释就是什么类型的客户要投放什么广告给他。在跟真人应对的时候也是类似，就是把人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型的人要有不同的表现。总之就是一切都是考验观察跟演技啦。后面还写到一种更绝的方法，就是根据对方是不同类型的人，你要随着对方想要的类型去转变自己的形象。但是这个部分我就觉得，除非你能够一直装下去，要不然好像就有一点欺骗的意味在。但是对于能够一直演下去的人来说是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非常常见，可是感觉上好像没有几个业务或是服务业有做到的事情，就是有办法去推测对方的言谈之间他想要你提出来的话，然后先提出来。例如说他无意间提到自己什么成就，那你看出来对方是想要你夸，所以你就早一步先夸出口。我觉得这一点跟刚才自我介绍那个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的那一点有一点像，就是知道是很容易，但是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有的人其实不太喜欢被夸，或是如果你夸错点，他反而觉得你是可疑的人。所以这个要做的精准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如果乱枪打鸟也是有可能被倒扣分数。接下来的这个技巧也非常特别，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我听到之后还有一点没有办法反应过来，觉得说这个是真的吗？但是他是举他自己实际经历的例子啦。我是觉得他对那位就是跟他面试的人来说，可能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因为那个人的面试记录其实是很优秀的，只是我是觉得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是也不无道理。这个技巧就是资料不要一开始全部都拿出来。他遇到一个求职者，资料准备的非常完善，但是
他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把资料一口气全部丢给他之后，气氛反而有点干掉，就是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那个人准备的资料其实很丰富，所以如果他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是觉得说那个求职者如果让他有兴趣问，然后再把准备好的资料拿出来，可以让他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要表达的应该是一个对话的节奏感吧，但是这个应该是人际关系非常高端的人才有办法掌握的东西。我觉得会因为自我介绍而困扰，所以借这本书的人来说，要达到这个境界应该还非常非常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很有趣，所以拿出来讲。可是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这么为难自己。好，最后一点就是写感谢信或者是推销的时候不用太积极。这一点也有一点推翻我以前的既定印象，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以前对于自我推销这件事的认知是不是有一点以讹传讹，就是都是那些没有很成功的人告诉我的。他这个就是在讲说，写感谢信给对方，感谢他跟你见面啊，或者是推销什么的，不需要让人家感到很咄咄逼人，因为有一些人不太喜欢你强制占用他的时间。像以前常常会有一些那种励志故事，就是说某人因为很强势或者是很有耐心的一直蹲点等大老板经过，然后最后终于谈成了一个大合约之类的这种故事。那这个人是说他的经验是这样子的人不一定会成功，因为有的人不喜欢，所以应该是先观察对方喜欢什么样子的人之后，在他方便的时间去给他这些讯息，比较不会造成对方的负担。我每次说我不要剧透太多，怕被作者告，所以我都还是讲蛮多的。我觉得这本我好像也提的比我预计来的多，但是应该没有超过本书的1/3。总之大家去借来看，收获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他写的真的很接地气，就是几乎每一条都是真的可以用的。我是真的为了正式面试借这本书来看的，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技巧非正式也是有用，因为除了一开始自我介绍的那个部分应该占1/3还是1/2之后吧，很多讲的其实都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经历，就是很像他一路创业以来发现的技巧啦，所以不太存在那种很鸡汤或是很奇迹励志的那种内容，都非常的平实。而且因为作者本身的学历啊，或是家世背景没有非常的亮眼，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蛮适合类似背景的人，像我借来看。如果今天你学历超好或者经历超好，我觉得可能不看这本书你也会上，所以可能看的那个加成效果反而没有弱者看来的大。因为这个作者真的是发挥他的创意，一步一步从底层爬上来。他说他最穷的时候甚至还靠他女朋友养。这本书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障碍的就是他有一个部分是在教你怎么设立人设，然后配合对方去做出对方喜欢的行为，就是有点像演戏啦。但是如果脸皮比较薄或者是那个戏剧细胞比较不好的人呢，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拿来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一般人如果资质还好比较难办到的地方，其他的部分应该都是不管你资质如何都一定做得到。而且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沟通常常都是沟通的反面案例，尤其是网络上面网友之间的沟通，几乎没有成功两个人就是理念交换，然后两个人都有收获的那种例子，几乎都是两个人吵完之后气噗噗，然后各持己见。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是这样，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要把它当作是一种沟通的心理学也是可以。虽然它教的是技巧，但是它里面心法也蛮多的。
最后我是觉得这本书其实感觉蛮暖的，虽然你有可能是他自己很会自我介绍，但是有一些工具书会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就是跟实际的例子没有什么连接。他这里面讲的东西几乎都有实际的例子，而且是因为他是他本人的经历，所以就觉得你会比较有信心说这个应该有效。然后他也不会像某一些的书的作者会在文字之间透露出那种把别人当笨蛋或是把读者当笨蛋的口气。我谈这些读书心得，因为已经是拿人家的作品来用了，所以遇到有我觉得不喜欢啊或者编排不好的地方，我通常都尽量讲得很客气。尤其是我觉得作者人品不好，我应该就是完全不会提，但是真的有这种作者，就是会在书里面骂别人或者骂跟他观点不同的人的作者。这个作者本人私下人品如何，虽然我不知道，但是这本书就是让人觉得他很谦虚，然后又很有料，就算你是个鲁蛇，读起来也不会不舒服，所以蛮推荐的。